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林更新首获白玉兰奖提名，从9亿少女梦到方协文的演技蜕变。2025年白玉兰奖提名名单公布后，电视剧《玫瑰的故事》中方协文一角引发了观众热议。与此同时，饰演这一角色的林更新首次跻身中国电视剧3大奖之一的提名名单。这不仅是对其表演实力的认可，更像是他演艺生涯的一次转折点。多年来，林更新一直被观众熟知为古装男神，甚至被戏称为9亿少女的梦。从《步步惊心》中阳光正直的14阿哥，到《楚乔传》里情感复杂的燕洵，他的形象始终充满少年感与英气。然而，《玫瑰的故事》中的方协文却是一个彻底颠覆林更新过往形象的角色。他不再英俊潇洒，而是自卑、敏感、焦虑，控制欲极强，一个让观众一边咬牙切齿，一边又不忍彻底否定的失败者。这个角色的出现，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当代亲密关系中的诸多裂痕，也映照出一个演员对演技疆界的主动挑战。从纯爱战士到控制狂的情感演化，方协文的故事是从纯爱起步的。剧中，他作为一个家境普通的学生，对女主角黄一梅一见倾心。为了追求她，他省吃俭用的买花，守候在图书馆，只为等一个擦肩的机会。那种小心翼翼的爱意，充满期待与不安的眼神，是很多人青春记忆里的缩影。然而，进入婚姻后，一切发生了变化。婚姻这面放大镜，把他骨子里的不安与控制欲无限放大。他开始干涉黄一梅的社交，排斥她的朋友圈，甚至将她的事业热情解读为对家庭的不负责。他的愤怒藏在沉默里，他的自卑藏在愈发偏执的言行里。面对镜头，他不再说爱，而是用一种“你是我的”去强调存在感。林更新将这种从温柔到扭曲的情感变化演绎得极为细腻。他没有用夸张的表情或者剧烈的情绪转折去处理方协文，而是通过微妙的肢体语言、眼神的闪躲、语调的变化，让这个角色显得真实而刺痛人心。观众在好戏之余，居然也能体会到他的悲哀与无力、可恨与可怜的临界点。在这部剧播出后，北京到底有谁在啊？这句由林更新亲自修改的台词，迅速成为网络热梗。这并不是一场偶然的爆红，而是建立在角色心理精准还原的基础上。原台词是你到底要去见谁？林更新主动建议修改为更具生活感的北京到底有谁在啊？这句看似荒唐的质问，其实包含了极大的不安、怀疑与自我防御。正是这种对角色的深度理解，让林更新将方协文演成了一个让人恨不起来的反派。他用一系列微小但精准的动作去呈现角色心里的挣扎：低头抠衣角，说话前眼神游离，吃面时小心翼翼，连汤都不剩。这些细节背后，是对人性脆弱层面的深刻洞察。有人说他是本色出演，他则自嘲回应：“我要有这本事，早拿影帝了。”这种看似玩笑的回应背后，其实也暴露了他表演风格中一种独有的松弛感。他可以在生活中像一个幽默的东北小伙，但在角色中却能精准控制情绪层次，不抢戏，不夸张，不卖弄，却足够真实，足够动人。从偶像光环到现实土壤的沉潜，很多人不知道，早在2013年，林更新就曾凭借《狄仁杰之神》兜龙王提名金像奖最佳新人。然而，
那时的他带着明显的新人青涩，角色也多是青春、正面、令人仰望的形象。如今他选择演一个注定要被骂惨的角色，何尝不是一种内在的突破？为了塑造中年时期的方协文，林更新特地减少健身，让自己的身材略显疲态。他还专门去菜市场观察摊贩如何数钱，只为找到那种底层出身的动作记忆感。他对表演的琢磨不是口号，而是一种从行为到心理的全身心投入。李潇曾评价他，林更新把方协文演的连面相都变了。婚前的他垂眼抿嘴，温吞羞涩；婚后则满脸疲惫，眉头紧锁，连走路的步伐都沉重了许多。有人用毁容式表演来形容他的变化，虽然略显夸张，但足以说明他对角色的投入程度。演员的树根与枝叶，这次白玉兰奖提名的名单里，傅大龙、郭晓东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几乎清一色是老戏骨级别。林更新能凭借方协文突围，其实也是当代都市剧题材更贴近现实、贴近人心的反应。在这个以流量为主导的行业里，他没有选择走捷径，而是选择了往地下钻的方式。他用这个角色告诉观众，演员的力量不在于角色是否讨喜，而在于是否能触动人心。玫瑰的故事杀青后，有剧组工作人员透露，林更新骑着共享单车，独自在外滩绕了3圈。也许那是一种告别的仪式，告别方协文，也告别自己曾经的演艺舒适区。如今的林更新，不再满足于少年感或古装男神的称号，而是愿意走进现实主义的深水区，用角色与观众产生共鸣。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，演员要像一棵树，能往天上长，也得往的底下钻。如今，这棵树终于在白玉兰奖的春风中绽放。但比起奖项本身，更珍贵的是他在方协文身上找到了演技的另一种可能，不完美，却足够真实；不璀璨，却能照见人性。或许真正打动评委与观众的，并不是他演得多像，而是他愿意演不像的勇气。在这条从9亿少女梦到现实主义演员的路上，他一步步走得不快，却足够坚定。